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江峰世界。这些日子，中共官场最怪的不是正确政绩观这5个字，而是把这把火点起来的蔡奇突然装死，不肯亲自往下烧了。2月24号，中央党建工作领导小组开会，蔡奇以组长的身份主持，中纪委书记李希在旁边陪坐。会议干的事儿很简单，正是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往全党铺开。按中共这套玩法，谁点火谁就得往前冲。蔡奇宣布之后，就该亲自开专题会，专门定调，专门督导，一轮一轮往下压，得让全党都知道这事儿就是我在抓。他这么干了吗？他没有。3月7号，人大会议青海团，蔡奇去发言，前面讲了一大堆别的，临了顺嘴补一句正确政绩观。3月31号，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讨论北京城市规划，蔡奇主持，一通具体事务讲完，临了，他又硬生生嵌进去一句要开展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你看出来没有？他一直在提，但就是不肯把这件事单独拎出来狠狠干，这就奇了怪了。这把火本来是他点的，他为什么不肯亲自接着烧？其实蔡奇这次的反常大概率是上头根本不让他真往前冲，因为往下查往下翻旧账的时候，这个习家军的大管家不可信，这就说明至少在这件事上拍板的人已经不止习近平一个，否则以蔡奇的身份，他只会冲得更狠，不会突然收着打。所以蔡奇是被按住的，而他之所以肯被按住，是因为他已经闻出来按住他的那只手不一定还是习近平一个人的手。你别觉得这话太邪，把最近这2个礼拜的几件事串起来看，这条线其实已经很露骨了。先看4月11号这一天，西班牙首相桑切斯飞抵北京，按中共接待外宾的规矩，这种级别的客人落地先见总理，把行政这一层走完，接着很快安排见习近平，把最高规格的会见补上。尤其桑切斯不是第一次来，他前几次访问北京，第2天就见到了习近平。可这一次呢，4月11号到北京，硬是拖到4月14号，习近平才在人民大会堂把这场会见补上，这就不正常了，而且不是一般的不正常。对中共这种最讲究排场、最讲究不能让外界看出里面出了事的机器来说，首相级外宾来了，最高领导人却硬生生拖了3天才出面，这本身就是一个信号。台上那个本该按时出现的人不是单纯忙，而是他自己对出不出来这件事已经开始别扭了。这种画面熟不熟？太熟了。中共历史上出过一幕几乎一模一样的戏。1981年2月，越南方面重要人物黄文欢访华，按当时的规矩该由华国锋出面宴请，出面撑场，可华国锋偏偏不想去，不是因为礼宾安排不周，也不是身体突然不行，而是因为那时候党内真实的权力已经不在他手里了，交权的方向其实已经定了，只是外面还没正式宣布，所以他不想演了，外宾来了不想见。后来还是别人出面劝，才勉强把这场戏补完。你把这2个画面摆在一起看，1981年2月，华国锋不肯出面见黄文欢；2026年4月，习近平拖了3天才出面见桑切斯，中间隔了45年。华国锋是公开抗拒，习近平是拖着不出，可底下那一层东西几乎一模一样。一个该上台的人不想上台了，不是真的有身体问题，真有问题，第4天也上不来，是因为演戏的人自己心里清楚，他再怎么演，观众已经不认账了，那还演给谁看？华国锋那年出过这件事之后，没几个月就正式下台了。桑切斯被老习拖了3天，蔡奇缩在一边装死。这2件事如果是孤立发生，还能说是巧合。可问题是，就在这2件事发生的同一个月，中南海里还在同步上演另一场戏，习家军正在一个一个被拆出来。4月中旬，中央第12巡视组进驻公安部，召开动员会。公安部部长王小洪，那是习近平在福建、浙江一路带出来的贴身带刀侍卫，
带队去查王小洪的巡视组组长是施克辉。大家看看施克辉过去1年干了什么，就知道这把刀有多快了。去年4月，他带队巡视四川，1个月之内，四川副省长、公安厅长叶寒冰落马，这可是习家军之将新军的骨干。去年7月，他带队巡视贵州，1个月之内，贵州省委常委吴胜华落马，这可是习的心腹大将栗战书、陈敏尔一路提拔起来的。到了去年10月，巡视结束，紧接着启动暗查，一直查到今年马兴瑞被抓。施克辉走到哪儿，老习的马仔就掉到哪儿。而现在这个人带着巡视组直接大摇大摆地进了公安部，剑指最高层的禁卫军头子王小洪。更有意思的是那天动员会的画面，巡视组组长施克辉坐在台上讲话，刻意把2个确立给摘掉了。按中共规矩，2个确立2个维护是配套着念的，不能少说。可施克辉代表中央巡视组当着公安部全体高官的面，把2个确立那半句给咽回去了，这等于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扇了老习一记极其响亮的耳光。就在这几天，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举办建院100周年纪念王岐山这个学院顾问委员会的现任名誉主席缺席了100周年大庆，没发贺信，甚至在所有纪念文章、纪念视频里，连王岐山这3个字都被整整删得一干二净。一个前政治局常委、副国级、现任名誉主席，在自己名下的学院100周年大庆上被物理除名。曾经帮老习清除异己、立下汗马功劳的王岐山都已经自身难保了。4月13号，贵州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潘荣被纪委带走。潘荣这个名字大家不一定熟，他级别不高，正局级，在贵州省委组织部干了整整20年，并且他2次关键晋升。副厅级是习近平最核心的马仔之一，栗战书亲自点头的。正局级是陈敏尔提拔的。栗战书这种级别的人平时动不了，可潘荣的嘴一旦张开，栗战书就危险了。陈敏尔就更别提了，他在贵州、在重庆、在天津3个地方的人马已经被抓得七七八八，潘荣这一下就是给他的最后一根钉子。在这种亲信接连落马，权力正在被一寸一寸抽干的状态下，你再回头看4月11号桑切斯被晾在北京街头的那3天，一个大国最高领导人还能有什么心情站上台去演那出大国领袖会见外宾的戏？他不想演了。而那个负责敲锣发令的蔡奇呢，锣给他敲，旗给他举，头衔给他戴，可真到了往下查、往下翻旧账、往下砍人那一步，后面那只手根本就不让他碰。这就是为什么你看他走到哪儿都顺嘴带一句正确政绩观，而不是亲自去前线大打出手。因为上面只允许他这样稍微表个态，他这个党建组长已经被架空了。蔡奇自己心里当然清楚，这把火的真正主人已经不是老习了。马兴瑞倒了，王小洪被巡视了，王岐山被除名了，陈敏尔、栗战书的裙边被一刀刀剪掉，每倒一个都是在告诉他，这辆千疮百孔的破车正在疯狂地冲向悬崖。而他蔡奇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自己在这辆车上的名字擦得越淡越好。那么这正确政绩观到底是一把什么火？你听北京那些退休老干部怎么说的，他们一听就觉得不对劲，这些口号怎么越听越像胡温那时候的老调子。没错，胡温那10年天天讲的就是树立正确政绩观，讲的就是不能急功近利，连圈外人都听出味儿变了，这就不是1句2句偶然撞词了，这是整个官场的话语口风再往回倒。不仅如此，这次胡温的老词儿居然刻在了砍人的刀柄上，这就太狠了。过去10年，中共地方上最典型的玩法，很多时候就是一把手先拍板，项目上不上，书记先定调，底下人不能讨论该不该干。平时这叫执行力强，真等到项目翻车，
倒回来追责，站在每一笔大账后头的，往往就是当年的一把手。关键的来了，这10年被提上来的这一大批一把手，很多恰恰就是习派的人。咱们上点实的，就这1个多月，中央正式下发了一份文件，名字很硬，关于部分地方政绩观偏差问题的通报，这是点名批评湖北省文旅厅上了榜。可问题不在文旅厅3个字，问题在于湖北是王忠林坐镇，而王忠林正是习近平在武汉疫情时期亲手提拔上去的人。更有意思的是王忠林自己的动作。4月16号，他主持全省全民阅读活动，公开推荐4本书，其中1本居然就叫《树牢正确政绩观》，刀都已经摆出来了，他还得亲自把刀谱捧起来念一遍。这就是吓的，必须表态，他得拼命证明我听话，我跟上，我没有二心，你们别先拿我祭旗。再看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老习的铁杆。可就在这1个多月里，重庆接连出了3件事：前市长胡恒华被查，前副市长姜敦涛被双开。4月17号，市委常委、两江新区区委书记罗令又被中央纪委直接带走。而就在这个时候，袁家军在干什么？他反而亲自开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读书班，亲自做辅导报告。这画面就太狠了，刀已经在重庆桌面上见血了，袁家军还得坐在台上，亲自领着大家学这把刀为什么要砍人。湖北的王忠林也好，重庆的袁家军也好，谁不知道正确政绩观这把刀真往下砍，砍到最后很可能砍的就是他们这种人。可他们为什么还得冲得这么猛？一个拼命推书，一个亲自讲课，姿态做得比谁都足。因为他们不敢停，他们要是沉默，那就是抗旨；他们要是敷衍，那就是整改不力；他们要是动作慢一点，第2份通报里写的可能就是他们自己的名字。中共31个省市自治区，从省委书记到省长，从常委到厅局长，其实都会这样做，抢着表态，抢着把正确政绩观挂到嘴边。他们是在求活路，这把刀先别落到我头上。而湖北、重庆只是现在最先露出来、最扎眼的2个样板。看到这里，大家就明白了，中共官场里这帮人白天戴着面具装主子，晚上关起门来脑子里都是惊涛骇浪，这熬干的就是气血。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跟咱们频道的观众说，不管这世界怎么乱，身体底盘绝对不能塌。咱们的老朋友普瑞堂黑参，这就是在乱世里给自己固本培元的定海神针，每天来一点，先把自己的精气神撑住，咱们才有资本坐看这帮独裁者的大厦倾覆。现在的优惠是每满500美元，本来是赠送1根玄宝黑参的原参，现在能送你2根。如果你要是一次下单满3000美元，那么您不仅能得到12根，还能拿到1根只送不卖的特级黑参原参。今天18号了，明天这次大优惠就是最后一天，需要的朋友请抓紧时间。大家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给自己的健康买一份真正的保险。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江峰世界，咱们下期接着看这出王朝末日的现形记，再见。